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3月2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87.27，收盘价是380.3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87.27，最低价是在378.7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6685.11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下行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快线是下穿了慢线，双线是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红之物。那这些信息呢，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下跌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。那开盘之后股价在盘中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走势。那么在低开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380到385之间进行震荡，也就是大幅跳空低盘之后盘中股价一直是在这个区域震荡。那么在尾盘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突然向下突破了380，那最低点呢到达了379附近，然后股价呢被迅速拉抬到当日 K 线的最高。但是在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又被压回到在380附近。那股价当日在盘中一直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走势。从这样的走势来看，还有当日的成交量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是呈现的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增。那从这两个指标看多空双方当日在盘中是出现了焦灼。那么出现这样的走势，成交量增呢，说明股价在争夺一个位置，也就是多方一直是在守380这个位置，381这个位置，而空方呢是要突破它。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焦灼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当日收盘价是收在了这个381、380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标志位的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，收盘价跌破前低，不仅是跌破前一日 K 线最低，同时也跌破了3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股价再次出现了新低，相对于3月9日而言。那么下方再次出现底低，也就是再次确认了这个空头趋势。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者近几个交易日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不出现一个强势反弹的话，那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而进一步的下行呢，下方我们认为将会去回补370这个缺口。同时这个位置呢也是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它是一个强支撑，这是一根这个大幅上涨的一根K 线。那么当日我们会看到也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，因此它的最低370这个位置将是股价的一个强支撑。那么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都多次提到过，股价这一波下行如果是跌破了381这个低位的话，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么进一步下行呢，我们说在350到370附近将会有一个强支撑，也就是股价在跌到这个区域之后呢，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
或者说是这一波跌幅，我们认为将会在这个地方被阻断。好，那么我们从当日 K 线的走势来看呢，对于3月20日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也就是都会出现下行，一个是在386，另外一个呢是会收盘在379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第二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将会在395附近。而实际在3月19日收盘价是在380.30，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并且在这个地方是留下了一个缺口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行呢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呢，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，性质也相同，也就是都是跌破前面这个低点，再次出现新低。好，那么股价现在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行，因此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3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，我们暂时先把它移到378.73，也就是这个新低，因为目前的股价收盘价已经跌破了之前的目标381，所以我们要下移这个目标。好。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说了，在接下来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或者是近几个交易日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反弹，股价将会延续这个这样的一个趋势继续下行，而378实际上和381，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，这个区域呢是多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虽然目前股价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位置，但是次日如果是有多头力量进入去拉抬股价，那么这个区域仍然会成为目前股价的一个强支撑，所以我们把它设定在第一个目标，它也是目前股价的一个支撑位，仍然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将会再次出现低，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那么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43，也就是要收复这一波涨幅。那第三个目标就是下方的273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在这之前还有很多的中间目标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上行，上行由于下方出现了新的低点，因此呢，3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将会成为一个目标。我们把这个第一个目标下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很明显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416这个位置。那么要到达这个位置，目前股价首先要出现反弹的走势，而反弹的走势，第一个是不出现新低，第二个是要回补上方的这个缺口，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么上方呢，我们认为，除了5日均线值，还有一个位置就是3月18日这根 K 线最高403，这将是日后股价反弹的强压力。股价只有回补了缺口和各条均线值，同时要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说股价才有可能会去上方去测试416，所以403是日后股价向上突破的一个强压力，也是关键标志位。好，那么第二个目标呢，我们仍然把它设定在436，原来的420呢，我们说这仅仅是一个压力位。好，那么当然第三个目标是452，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，那么在3月19日，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，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3月20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我们取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是384。也就是说，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能够证明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股价才会有反弹的走势。否则，如果是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将会继续出现新低，也就是股价将会下行。这是我们关注384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是在3月4日收盘价406附近，5%进场做多。那么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呢是守390，也就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在之前的交易日，股价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例如在3月13日，这个仓位应该是止损出场了。那如果是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382、381这个位置。很明显，现在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已经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对于这个多头仓位，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。好，或者说呢，可以继续保留这个仓位作为一个长期的仓位，也就是说，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，等待股价出现新高。好，那么对于这个多头仓位，我们后面就不再继续跟踪，应该是止损出场。我们再说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是390，是这个位置。那同时呢，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也是在这个区域，这个缺口目前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的目标就是下方的370，也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第一个压力位是从388前高一直到390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中线。那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395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第三个压力位是从398到403前高，在这个区域，同时2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区域。那第四个压力位是从416到420，第五个压力位呢是上方的436。我们再来看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，我们取379。第二个支撑呢是370，第三个支撑我们取整数关口35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3月20日我们给出的预测仍然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。在盘中，股价最高会到达384，最低下方会到达373。收盘价会收在375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38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89。收盘价会收在386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的走势呢，我们认为它的条件就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80的。满足的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
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反弹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回补一部分缺口，然后呢在当日不出现新低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3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